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网红大妈老司机朱慧荣，律师好，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九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如果照媒体所有的报道的话，最快这个礼拜五或是下个礼拜初，是不是柯文哲主席所有的案子，那北检会直接包括要做起诉的一个动作，到底罪名会是什么？今天礼拜二周刊日，周刊又出了很多甚货，今天大概会让很多人再一次的跌破了眼镜。当然，在这个同时，你不管说包括什么屯田计划、众诚公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今天北检大动作再度的传唤，包括民众党相关的一些人士，譬如说。你说党团主任陈嘉翰，包括发言人吴怡轩，包括副秘书长徐府，所有这些，在即将大家都觉得要结案的前期，为什么这么大一些的动作？那今天媒体所报的所有这些相关的内容，跟你当初所知道的柯文哲是一样的吗？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在做一个运作？如果讲说一家公司50万的资本额要募20亿，这是怎么办到所有这些？今天节目所有的来宾里头。7位来宾，2位曾经当过证人，义善是上礼拜去当证人，没错。那惠荣姐是再早一点去当证人 ，OK。在这里面传出的所有东西，包括众诚公司，因为在媒体报道的话，惠荣在里面是列名在股东里的，所以这一部分待会儿要听看惠荣来告诉大家，这个整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真的讲到这的话，义善一开始今天周刊报好，当然大家都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数啦。所有的人，包括最早黄鸿昌总召讲，然后包括最近连馆长都说，对了，他会起诉啦，只是就是一个图利罪起诉啦。可如果照媒体所有一些，包括最近大家所有这样的一些的讨论，难道只有图利这一块吗？你自己当过证人，我知道你有的东西能讲，有的不能讲。可是所有的氛围的感觉，到底会是怎么样？起诉书一定不会少，是，只是那里头把包括今天所有要去包括传唤的所有人这些，你的感觉为什么在今天会做这么大动作？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在做下一步的准备，包含我自己的部分，可是另案侦办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起诉书如果是300多页啦，早就已经不知道修改了多少版本了。所以，因为如果这个礼拜五要去做所谓的记者会要公布的话，这个起诉的动作的话，那你现在不可能再增加新的证词进去，所以他现在的证词有可能是为了后续的案子来做准备。所以今天也约询了相关人等，包含陈志涵啊、吴怡轩啊、居府啊、学姐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那个康仁俊讲的那个小本本里面有记到那个名字的啊，他可能是领了什么钱去做了什么事，或者是像学姐有可能是收了什么权益，本来要捐给学姐的，那你学姐有没有收到嘛？他可能就变成是另案侦办的部分，而不是这一次主要以金华城案跟所谓的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政治献金案比较有关系的起诉书里面的内容。所以起诉书虽然只有300多页，但它也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就金华城跟政治献金部分，对，大概就是这2个部分。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没有做错，你干嘛怕被约询？像我被林俊彦检察官约询的时候，如沐春风啊，有出来非常开心，还比了10啊！拜托，这不是10啊，是怕记者跌倒，请记者到外面去接受采访嘛。10年以上，对，是10年以上，肯定是10年以上，爽到好像在谈恋爱的感觉。对，不用怕被约询嘛。如果你没有做错，你就直接诚实的去跟检察官来陈述这个相关的证词嘛。像今天周刊报道的这件事情，就要特别讲一下，叫做屯田计划。黄国昌，你菜椒啊，你不要讲说没这件事情是侮辱你们民众党，你菜鸟啦！你在屯田计划在提出来的时候，你还是时代力量立委啦。你去看蔡壁如的脸书，你去看谢立功的脸书，其实他们脸书里面都有写到屯田计划嘛。包含创党初期的我也听过柯文哲讲屯田计划嘛，叫兵自练享自牧，就是你平时的时候叫赚钱，战时的时候就选战的时候你就负责来选举嘛。但是我不提供你钱，也不给你人，你们叫做兵自练享自牧，所以才有所谓的屯田计划这件计划出来嘛。我当中央委员的时候说，柯文哲啊，
万万不可啊，因为党不能成立党营事业嘛，一的开始想康想趴，所以讲到屯田计划就要讲到这件事情，就一开始叫柯粉俱乐部。今天周刊有报道到，橘子负责财务跟所谓的网络上面贩卖这一件 T 恤嘛，这件 T 恤是柯文哲觉得说，哎，我可以卖东西赚钱的第一步。虽然柯粉俱乐部本来要成立协会，后来成立政党，就整个并到政党嘛，所以橘子因为这件事情到政党里面去工作，那负责的就是，哎，我们可不可以卖东西嘛？柯文哲有这个想法之后，就想到了屯田计划这件事嘛，屯田计划，所以他在2020年5月我离开之后，他开始成立了一家叫众诚公司啊，相关细节等一下大妈会讲啊，朱威荣会讲，因为他是受害人啊，所以让他讲一下。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包含孙正华董事，他里面其中一个董事，他是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哦，也就是说，我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帮你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其实就有民众党的党营事业的成分嘛，包含刘伟这个人更重要，比孙正华更核心，因为他也是中央委员，而且他是柯妈妈推出来的中央委员，他跟橘子跟所谓的刘伟都跟柯妈妈的关系异常密切了，我们平常都不敢得罪他了啊，这一个年轻人啊，常常露他的那个背肌啊，长得非常强壮哦，所以这个人也是中央委员，而且是柯妈妈派的中央委员，所以成立了这个众诚公司，其实它也来自一句成语嘛，叫众志成城啊，所以这个东西表示跟民众党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公司，这家公司要募资20亿，至少在媒体周刊报道里面是这么写的。募资20亿干什么？就开始做党营事业嘛。但是最后有没有做？我觉得是没有做啦，因为它其实中间就停止了嘛。因为党就不能成立党营事业啊，你赚的钱到底要到哪里去？没有人有想出一套的办法。所以2020年的5月，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终止掉了。到了2022年的5月的时候，又开始有这个想法。这时候成立的就不是众诚公司，而叫木可公司。而木可公司其实经营人也牵涉到派系的斗争哦，就是蔡壁如派的王志立，王志立是属于蔡壁如的人，还有李文忠跟李文娟嘛，到底谁来负责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木可公司嘛？那这个木可公司就形成一个控股公司，因为我要让撒兵成斗嘛。所有人你们都去开公司，所有人你们都去卖东西的时候，我要有一家控股公司，而控股公司只做一件事情，我就授权给你。我授权给你可以去卖的时候，我可以收什么？授权金这个概念，我们当初讨论木可公关公司，唯一一个大家觉得莫名其妙的地方，为什么总部要给木可授权金的来源在这里面啊？不只是总部要给木可公关公司授权金嘛，党部也要给。地方党部因为没有办法用到 KB 这个 logo， 因为没有钱，他们甚至把 KP 倒过来变 PK，只好用这种办法，因为我没钱给妇女授权金啊。没有一个政治人物竟然他的 logo 要大家要帮你宣传的时候，还要付给你授权金的，就只有柯文哲。所以他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选举，这个是大家基本的概念。而且他成立了这家木可公司，就是控股公司，收取大部分人的这个授权金之后，他什么事情都不卖，我只是让你们的商品上到我网站上面，所有抖内进来，我还要跟你分成，所以这个东西叫做盈亏自负嘛，亏钱了你要负责，但是我一定赚钱，你卖出去的任何一件东西，我都可以来收成嘛，收成收那个成数嘛，收来木可公关公司之后，至少我们知道有一笔授权金是汇到了柯文哲的账户里面，450就是450万嘛，这个就是柯文哲所谓的控股公司的概念，而他在今年的选举确实就这么干了，而这样的做法是在政坛上面，我做了政治30年，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不要再去扭曲说啊，你也有扁帽工厂啊，也有小英商铺，大家这些商店，第一个他自己一定自己做，绝对不是说我别的公司做，我给你授权金。第二个，它的成本一定会压低，而且它卖价一定非常低。为什么？我是为了选举宣传啊，我不是为了卖东西赚钱嘛。因为有盈余，我反而很麻烦，而且这些公司都在最后会收起来，收起来干嘛？把这些剩余款捐给这些相关政治人物的基金会嘛，作为社会福利之用嘛，这些东西才是一个正常的所谓的选举用的公关公司，他们成立公司的目的。但是柯文哲不止在选前这么搞，
选后照样搞。木可公司还要扩大营业，去各地开发咖啡厅，还成立另外一家用他儿子的名义叫智瑶公司，继续要把木可公司的业务，他已经不相信李文忠了，干脆直接移到他自己儿子名下，最安心、最安全，不用怕李文忠要来分钱。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对柯文哲来讲的话，真的一系列是这样一些的打算吗？一个政党的主席，有人就在讲说，好，那如果有政党的发展，希望能够你说打仗嘛，要有粮有草，要所有这些。可是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是为了整个民众党的发展，还是为了自己这些私利？是大家在讨论其中的一块。那今天媒体上所报道，不管是你说是众诚公司，或是像所有的屯田计划，可是听在民众党人的耳中，尤其像黄章总召，当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刺耳。今天记者会，他同样也问了这个问题，先让你看一下。来，我今天第一天听到众诚公司提出这种污蔑指控的人，说清楚讲明白。我具体的请教，第一个，众诚公司是柯文哲或台湾民众党成立的基础证据在哪里？第二个，众诚公司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跟台湾民众党有关系？你不要连这种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就想要往台湾民众党身上泼脏水，配合台北地检署罗织罪名吗？请问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就是配合侦配合调查。我去吃饭，中午吃饭。谢谢。那你们不觉得他们约我们的时间很巧吗？就在《镜周刊》初刊的时候，是在卖周刊吗？OK， 你们大家为什么？Thank you， 你笑什么？人家吴宣让回答，你为什么要笑成这样？对，在卖周刊，这个发言人呛记者，反正这一年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都看过了。发言人呛记者，反正这一年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都看过了。对，你的意思是说很少有人会这样一些的回应，对不对？对。一般来讲，对吧？小平你也是嘛，对不对？是，而且我有幸我跟他同个选区的万华。哦，对，人家要赶走你，对，要把你干掉。对，把我干掉，我落选他当选。对。哦 ，OK， 好，你看到所有这些，包括黄志刚刚说的。那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到底这家众诚公司做了什么样的事？包括过程当中，他第一次听到他第一次听到这家公司。张医生，你很早就听过了。对，众众诚公司我没有听过，但是屯田计划我有听过。他没有听过，我原谅他，因为他去年还是时代力量的人不是民众党的人，一猜交啊啦。OK，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众诚公司听过吗？1126那一天听到的。就是你去地检署那一天，对。可是你是大股东对啊，我50万资本额你占了35万我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搞的，4、5点钟就醒过来了，我就开始滑手机，就真的看到信，我就闪了，我就想，老实讲，我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因为我第一个，我终于如释重负了，你一直担心这个问题会被爆出来吗？对，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2件事情证明，就是说我到底有多蠢。那终于可以证明我有多蠢了。你到底有多蠢？为什么可以证明你很蠢？对，我本来是很纯洁的纯，后来变成很蠢。那这件事情就放在我心里面，一直放了将近1个月了嘛。因为你怎么去解释都解释不清楚。11月26那天知道，是因为检察官有给你看相关的。对，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就有讲了，有一个部分我不能讲的。就是众诚计划。众诚公司，对不起 ，OK。对，可是那时候他都没有提到屯田计划这4个字。他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坐下来，他就先问我众诚公司，他念了一个，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就众诚。那我就说，我就跟他讲了半天，因为我自己开公司之前更早，大概好几十年前，我的那个劳保是挂在一个众营公司。OK。那我以为他们后来有开一个众诚，把我的名字转那边，我就跟他讲了半天，讲了快半个小时。那个检察官说，我想我们2个在讲不一样的事，对，非常的。然后我不是有讲说他抽出，对，他就说，那你看过这个吗？然后我当场看了，我就吓得，我真的其实他有感觉到我真的非常的害怕。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是吗？那你后面有签名？那我就更害怕啦。那我一看，我就说真的是我签名的。
然后我就说你等我一下，让我想一下看看，我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不记得。然后他就让我想了一下，我就说我想起来，好像我那时候在开店，然后在四维路，好，四维路那地址在哪里也要讲出来，不能只有讲对。然后我就讲，他就说，我说有一天有一个我非常信任的朋友来找我，然后就跟我说他想要开一个公司，那不方便，所以是不是我去当股东？他没有说人头或者是董事什么，这些都没有讲。那我就二话不说，哦，好啊。然后他就说过几天会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助理吧，可能会有人跟你联络啊，你有一些资料你再给他。你有出资本额吗？1毛钱都没有。所以那个35000股基本上你1毛钱都没有出。我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是检察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大股哎。对啊。然后我跟他说要看哪里在哪里，我不知道，就是连重成这2个字我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拿一叠的那个文件给我，然后就叫我说好，那你现在翻到第几页？这里面有讲到什么事情？这个事你知道吗？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今天证明的第2件事情就是进检跟北检其实是同一家公司，因为今天进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在北检看到的，除了朱慧荣那3个字有写错以外。因为他后来我才知道，我登记上去在股通名册上面的名字也写错。那这个其实我完全都不知道，就是到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有这家公司。他就说好，这里面有讲到人名，你认识谁？那我就说我认识林崇杰，我记得我有提到林崇杰。那我没提刘伟。因为林崇杰算是我比较认识，我确实有接触。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林崇杰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访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访问他？你访问他是为什么要访问他？林崇杰那个时候是在台北市政府，然后我也讲错，我说他好像是产发局，我说他是都发局，然后那个检察官还跟我说不是，他是产发局，对，还纠正我。后来他问我刘伟，我说刘伟这个名字我听过，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个人。你在资料里面有看到所谓集资20亿？有。他是用募资还是集资？他是用募资。募资20亿。对，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然后今天这个名字取名叫众诚，也是这个众志成城之意取这个名字。因为你是开公司的，你自己在节目有讲过，因为你开公司，对，所以你看柯文哲那个账，看得很细，对啊。然后你还在8月的时候还跟他讲说，这个账怎么会乱成这个样，会出事，你还提醒他这些。所以你自己是这样的话，你应该知道给人家拿去当人头，除非就你讲那个你很信任的朋友，那真的人是信任到可以让你把向上人头交给他的感觉哦。应该可以把存折给他。这么信任的朋友，对，因为你知道这样子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朱慧荣你这么精明干练，你还开公司，柯文哲的账你帮他抓着这么多，然后结果人家说叫你去成立一家公司，你就把相关的东西给人家开公司，然后因为开公司各位知道你还要包括要交身份证影本啊什么什么所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还要签名，你都签了，就这样，你不怕有一天媒体爆出来一个诈骗什么公司？然后结果后来那个股东是朱慧荣，你不担心有这种事吧？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只是说要开公司，那来，可是我其实从头到尾也没看到，比如说要开会或者成立的公司以后通知我，给我一个所谓的营利事业登记证都没有啊，所以其实我最主要就是我完全忘了这件事情。OK， 所以你说后面都没有实际 run， 完全没有，我没有接到任何开会通知，没有接到任何有什么成立的文件。等等的，然后前后来签了2次名，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络啊。你去地检署完以后，你有没有打电话问过？一直到今天，或今天媒体出来，你有没有打电话问那个你很信任的朋友说，哎，这位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怎么会被搞成一个什么党营公司的一个大股东，还是什么这些？你有没有问他？老实讲，我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其实就跟我先生讲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一声？然后我就已经是人家公司的董事，而且大股，我就跟我先生讲，那我心里面就打定主意，我不会打电话给他，一定要他来跟我讲，他要跟我交代，他要跟我交代这件事情。结果其实一直都没有，那后来一直到后来他才跟我讲。结果最有趣的是，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慧荣，你开了公司，那个公司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讲？”我说是你要跟我讲吗？是你当时你来找我的，怎么会？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局啊？后续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到底谁知道这些？起心动念确实是他有起心动念。那个人找你的，你很信任的朋友是个政治人物吗？算是政治人物，算是，所以他说他不方便。那他其实起心动念是他开始的，然后所以他说他不方便，所以让我做，那我就二话不说就跟他说好。这件事情所有的过程，柯文哲有没有跟你聊过？没有。那你也没问过柯文哲？没有，都没有，因为我真的忘了这件事，完全不记得。对，完全忘了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成立公司，有没有什么，完全不知道，就完全不，一直到那一天，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的时候，因为讲了半个小时了，那检察官已经快要受不了了。因为你浪费了他半个小时时间，对，他跟你讲这个，你再跟他讲对，然后就他说，那老板叫什么？我还跟他说姓林什么的，结果后来他就开始问我了，孙振华你认识吗？孙振强，我就说这些我名字我都听过啊，然后他说好，那没办法了，他就说我帮你稍微厘清一下，对，厘清一下好了。你看一下资料好了，就抽出，我就看他动作这样抽出来就拿，就2叠，他就说好，我们现在开始看。那我一看到，我就吓坏了，然后确实就当场愣住这样子。或者以你的概念来讲，你觉得如果照媒体报道，柯文哲应该要成立一家党营事业，胜获50万的资本额，最后要募资到20亿，你觉得应该这样干吗？其实。所以我就说我蠢嘛哈，刚刚已经先证明就是蠢嘛哈。我本来是很纯，就是相信说啊，如果一切都是这个朋友的说法，那我就相信他。结果后来如果今天变成是这样，打开了那个计划书看到的时候，里面一看到20亿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OK， 非常不舒服。来，胡老师，政坛综合了这么久，看了这么多一些的报道，第一个。有人是用这样一个模式去凑足粮草，要去打仗的吗？你刚慧荣在讲的时候，你那个眉毛表情，我不知道导播有没有抓到，会不会觉得他表情之丰富？对啊，他就没有那么蠢的女人啊，居然坐我旁边，他一定是这样想。没关系，你说吧。你说，一峰，你觉得他蠢你就觉得，慧荣自己都这样觉得了。我对谁去挂公司没什么太大兴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柯文哲哪来的控股公司概念，还有建构资金平台的概念？这到底是从谁身上学来的？一个学医的不太可能会这样。然后呢，你所有并来并去，连那个建商一案公司的概念它都有。为什么说建商一案公司哈？因为总统选举那个竞选一次申报完就结束了。这就好像建案一案公司，没有人会追了。好，一案公司嘛，你追没有用了，找不到因为那个公司对公司解散了。各位知道一案公司的概念，你知道有很多大建商公司品牌就是它最大的保证，所以他会用他公司的名字盖很多的一些的建案。有任何状况你就找我，对，就是我现在我们盖的，好不好？但是有的公司呢，如果你要比较担心，你要问一下，是他盖了一家以后。然后这家公司就可以解散清算，对，然后再用另外一家名字再盖一个，就是你最后要找他，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找，因为拍摄公司已经结束了，这叫一案公司。对，然后你把那个总统选举的那个政治现金专户视为一案公司，因为选完结束 close 掉，申报完 close 掉就 close 掉了嘛。它没有延续性嘛，所以它是一案公司，然后你看木壳、众望、新故乡、党中央等等，它可以汇成一个平台。为什么说一个平台？不要忘记一件事哦，你回过头来想，柯文哲跟李文娟赖对话的内容，有哪些选举剩余款可以用？你回过头来想，柯文哲跟李文娟赖对话的内容，有哪些选举剩余款可以用？那个知名食品厂商负责人的钱到新故乡，那个知名大亨的100万怎么处理？新故乡木可众望还有多少钱可以用？2个月要跟我报告。你把所有的观念摆上去，它不是一个资金平台吗？是在流动的资金平台吗？控股公司谁在负责？就柯文哲嘛。然后那个集团的财务长叫李文忠嘛。所以连庄其明跟苏进强业务没有做好，都要叫
李文忠去盯一下，然后我付了你几个月12万，然后都没有募款，哎。你找他没达到，你找他去智库当学者研究呢，还是叫他做业务？我感觉像业务员。然后，哎，我付薪水给你，你要达到你的 KP 值，你要去做业务啊。哎，我们发现那种完全不管是智库啦，什么都好，那个找来的学者啊，我们都知道你是学者，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学者，但我找你来是在做业务的，靠你学者做业务的。然后你看这2个人的属性，其实有一点偏绿。苏进强以前台联党主席嘛，庄吉明跟绿营也非常熟嘛，然后你就突然发现一件事，你的智库找来的人，原来你也要叫他做业务哦。义夫刚刚讲的是远超过你想象的，因为有很多人，基本上学者大家都很尊重嘛，所以学者来智库的话，基本上可以提升智库整体的质感，包括真的是我如果以后要推国政的时候，总是要有很多智库能够提供。哎，你以为白皮书这样突然一个蹦出来啊？不是嘛，是要靠学者。但真的柯文哲用这些学者的概念去募款，好像在当业务嘛。OK， 好，然后还有今天所有讲的东西哦。我敢说80%出自于行动硬碟那一块硬碟。你说那个硬碟？对，那一块硬碟，所有你创党计划，包括屯田计划什么，检察官资料都是来自于计划是从那边找，都是来自于硬碟。所以那一份硬碟对检察官来说，那个办案价值性超高，那根本是金矿，超高。所以它不只有3个档案，它有很多档案都在里面。包括创党，包括重惩，包括木可的缘起，什么一大堆的计划，几乎都在行动硬碟里面。所以那一个行动硬碟，检察官有事没事的话借我们看一下，借一下，那里面会有很多讯息。OK，Thank you。柯文哲当初主打的是新政治，不好意思，2位还记得吗？蓝绿都不走，然后要在台湾创造一条，我觉得对年轻人，对第三势力，我一直讲。如果柯文哲因为这些案子，假设真的有被判罪定谳或什么的话，我觉得他最对不起台湾的是，因为包括年轻人对他的期待，包括对第三势力的一个伤害性，因为大家对于还是不见得大家都喜欢单纯蓝的绿嘛，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结果没有想到，透过这次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讲那个什么众诚公司50万的资本额要募资20亿，然后讲到那各资金平台，刚刚义夫所讲的，原来平台金流之间的串联，讲白了一句话，所有的钱如果靠柯文哲去打仗募款，我相信他也可以募很多款，但是如果进了靳总，大家都知道靳总的钱最难用，他就只能够单纯的去做选举的使用，所以他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一些金流之间的汇集。难怪他当初来我们节目里面讲说跟国民党合作，他要的那几个单位，其中一个是金管会，对，财政部、金管会。其实他对这个金流，法务部还有法务部，对吧？他对这个真的很有兴趣啊。所以你会发现里面那个 USB 里面有人有金融背景的，很想当官的，也有捐钱在里面。OK，选过会计事务所 CEO 失败的人，出乎意料了，出乎意料。过去的政治我们在竞争是在竞争什么？比谁的理念比较全面，谁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谁更符合民主。出来选举爱读书爱做功课爱学演讲呢，上政论节目大家要据理力争啊，然后讲到脸红耳赤，要相信自己的价值是对的。以上柯文哲都不做，向下经营。什么叫向下经营？第一个往年轻人经营，第二个往不关心政治的人经营。他的经营方式是什么？就是网红，就是宣传行销嘛，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跟着柯文哲，他好像很贴近民生。可是你实际要去看他的论述的时候，你看不到论述啊。中国国民党至少想办法把台湾人变中国国民，他们依然往这个方向前进。民主进步党在年改啦、性平啦，或者是他们在执政的时候，往他们这个创党的理念，包含台湾的主权、主体性。台湾民众党5个字代表什么？我一直不能理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笨的才给我骗。他就是在骗笨的。不好意思，坐在你旁边，他现在就是在骗你们，因为你们都不懂政治嘛。你今天会站在我旁边，就是为了舞台嘛。我会站在柯文哲旁边，就是因为我有声量，我讲话大声，然后呢，跟着我有立委可以当，跟着我有钱可以赚，跟着我好像可以上电视，有画面，有流量。他的本质啊，你是找不到柯文哲的本质的。我后来发现，如果我去带入柯文哲这个人的话，
他其实把政治当成什么？当成在上班。我跟他对话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句话是我跟他讲的。我说我们在 coding 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有拍影片讲，他的所有东西都是抄的啦，他哪有自己想什么？我说我们在 coding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圣经是这样子，就是把所有的小 bug 处理完，就会解决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资讯系里面常在讲的一件事。所以他在选举的过程就是遇到什么处理什么，遇到网军好用的一直用，然后遇到有人来擒了擒了我不要出去了可能是蔡壁如还是谁我不知道。然后遇到好用的然后我如果这个自己成立假民调很好用，那假民调就继续用。所以他其实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完成了怎么样在政治领域上的资本主义。你看他先是从受薪阶级开始，跟怎么样跟大家政治现金募款389龙鹤，然后接下来成立智库，把智库里面的成员是什么老政治家。今天揭露包含可能前台联的主席或者是我们一些民主前辈。然后成立基金会，把他的市府的人搬进去，由小到大全部都吃呢。然后呢，再选总统选总统等于你可以把它理解什么？开公司了有自己的集团了，科氏集团。最后弄什么？还有天使基金可以搞创投，众筹计划20亿。哇！我一听你根本就是全部，你整个心思都在搞钱呢。他从头到尾到底，我就问嘛，他如果选上了，你可以想象整个民众党他如果选上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柯文哲坐在总统府里面想说，接下来要拼哪一条大条的？我选个总统还没选上就可以拼20亿了。我选上了，我不用拼国外的钱哦。他说不定跑去买一个哪里的小岛嘞，然后宣布那里台湾独立，他就把那个建国计划自己在玩。那另外一方面，他的发言人叫陈志涵，可能叫吴怡轩，总统府发言人出来，他会呛记者，他会跟记者讲说，谁问的问题，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他们那个北检是在卖周刊吗？我真的是荒天下之大稽，我都觉得我们干嘛读那么多书？但是我们没有做错，所以我们不需要道歉，民众党才需要道歉。陈志涵呛北检说：“你们不懂政治现金，那北检不懂政治现金，不懂商品小物是什么？”我跟你讲，我们选举过的人呐，1年级的第一课就会跟你讲，选举不能卖东西了啦。全台湾我们2年1次全国的动员信，谁不知道选举不能卖小物？谁不知道？就真的只有无知的群众会不知道而已啊。然后跟他讲说，你买的东西那个叫做回捐，那个叫做你钱给他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纪念品，不能说是买卖我们还要自己提醒选民说，你不能说是买卖，我不是在经营呢，我是选举需要经费这算回馈品，这一个纪念品讲你给我支持，全台湾都知道，都不用到律师、高中、大学毕业，全台湾谁不知道？就你柯文哲最聪明，来我成立一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给我的高中同学当董事长，他买的不是我的政治现金，跟我没关系骗鬼。那你真的就是在欺负我们，就是在欺负我们呢，欺负我们这些认真做功课的，欺负我们这些想要政治可以更进步的，对不对？你就是无止境的在拉低下限呢。然后最后最严重的，柯文哲如果离开政治场域的话，他的遗产谁会接受？政治遗产谁接受？白国昌还不是黄国昌？黄国昌家人要去帮他报失踪。因为黄国昌不见了，那个黄国昌是支持废死，然后那个罢免简单多数决，反共，而且怎样，不要怀疑我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决心。这个黄国昌不见了，变一个叫白国昌出来，然后每天剖傅昆萁的百香果，百香为什么是百香果？听得懂的就听得懂。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们10年来换了这么多个第三势力，柯文哲最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拿到最多票吧？可是他的方式是什么？是继续把这个民众诈骗下去。如果要说民进党执政哪里做不好，什么没有消灭诈骗集团，民众党本身就是诈骗集团。慧荣问一下，你上次在节目讲，你11月20日要去应讯的时候，你有哭，然后你还觉得柯文哲什么时候变了？你还问检察官这些事情，所有这一切的东西对你来说，你现在问你，柯文哲到底是在选举还是在赚钱？他爱钱吗？如果说讲这个11月26号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感觉我觉得他很小气，非常的小气，然后斤斤计较但是如果到今天，连北检把他当成他就是个证据之一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难过啦。如果说他真的。到底他选举是真的为国为民还是什么？所以我也说过啊，我也跟他讲过，其实你对不起，当时是因为钱的问题，我说你对不起支持者嘛。那
我还是不忍心多说什么。我举个例子，朱亚武说过小沈很小气，对，但小沈赚不赚钱？当然赚了。好啊，小气不代表不赚钱的意思啦，这是两件相形不悖的事。小平，是你政坛打混了多久了？30年，30年，好不好？接下来要一路想要往上，但是回头去看所有我刚刚讲的这些，那对柯文哲来讲，不管大小钱，或是从小草开始，现在对了，那刚刚3个还，因为在整个媒体上，你还有创投公司，还有什么这些，政坛你没有听过这种事吧？没有，应该这样讲哈。这个我听过，古有贷款跟种子给农民叫千苗法啊，没听过现代还有屯田政策哈。古有贷款跟种子给农民叫千苗法啊，没听过现代还有屯田政策哈。我跟你讲，屯田政策成功失败，有做这个事，有2022开始干哈，2020有这个想法，然后屯田政策如果成的话，如果真的搞到20亿，那些都是滴滴答答的事，包含金华城给的大钱，20亿的话就是习敏华给的钱，如果有20亿，好不好？那就是因为只有习敏华有这个大的东西了哈。那因为这简单讲就是有冷钱包啦，那里面20，然后你10亿以上是习敏华给的等等哈。好，就是跟他们那个澳门的赌场，不是，但有一件事不同，如果他真的要这样搞20亿，然后股东用了汇荣泰是个大股东，结果到最后呢，那变成他是个大股东，然后最后公司如果真的有这么多钱。是要在他名下，那不就告他背信，对，因为所以他改成立木可嘛，木可又改成智瑶，对，所以后来发现那条路走不通，转来转去哈。然后这个下来我觉得会另案的来侦办啦。显然不另案侦办的话，所以简单讲，今天传的这些人不是很重要。你说陈震或吴宣他们这些人，那我觉得黄珊珊跟这个特别是陈佩琪心情是很沉重的。你觉得后面会收到他们？我认为另案侦办。显然还有连续剧，还有这个待续嘛，就还有下集嘛。就是我讲的首部曲、2部曲的概念。对，好，那这个查下去。换句话说，我在你节目讲说，检察官该我心如秤，那跟我讲的没有关系，他自己的决定。我看起来他是要办到底，不然就而且大小案都办。对，我觉得继续迷疑。好，两岸呢我觉得很有趣，刚好很巧合啦。好。第一个，第3任的习近平干了3件事。以前红2代跟团派都很大，对不对？好，胡锦涛就团派出来嘛，李克强也是，干了3件事以后呢，团派就团灭。第一个，胡锦涛被架走；第二个，少主胡春华不在1/25的政治局委员然后第3就是李克强游泳被杀掉，好吧？所以这团派就团灭了。这个是海峡的这个西边、东边，民众党，检察官依法办理哈，全部细的都查，合理吧？建议合不合理？有犯罪就查，管你大犯罪、小犯罪嘛，管你是谁。好，那这样查下去哈，那这个吴怡轩呢真的是天兵了哈，已经查成这样子了哈，然后这个党都要那边叫团灭，这个叫党灭啊，然后你还不知道厉害，还在那边耍嘴皮子说为了促销《镜周刊》的什么销售量什么。这我真的我没有办法跟他对话，这是火星来的人，这很可怕哈。然后我依危险程度好，另续查好不好？第一个最危险当然是陈佩琪，被告收押都太平，因为共犯是刑期是一样这第一危险不要讲。第2名叫做黄珊珊，前2天这个我们的游淑慧有爆料，因为在政治现金只查到2笔，一笔中共给他20万，他选市议员，2018。2022选这个台北市长，然后有2笔，一笔12万，一笔8万，可大可小。那他是在副市长跟市长候选的交替之间，然后中共给他20万，有没有瓜田李下之前有没有这个牵连好，那这个目前还没办，我觉得接下来会办。还更厉害的是，请问游淑慧讲你有500万，沈清清给你的钱。他的回应说：“我没有要告游淑慧我的政治现金没有这笔钱，没有这笔钱是不是在账册里？有账就倒大霉了嘛，黄珊珊嘛。今天游淑慧一定有所本，游淑慧是个小心的人，他就一定告，
而且以黄珊这个处境还不告，哎，这个如果没有收神经金500万的话，那他会不告吗？哎，这个太严重了吧？好，那这黄珊珊当然很危险嘛哈，然后加上我跟你讲2件事啦，一个是500万，然后另外呢，这个叫市北科是不是他主管的？是吧？那他就前面浅水区一直走，一直改造，直到开始到深水区有几件事，30%以上的那个医疗楼地板拿掉，商业区比较好租嘛，然后不用婆婆手，然后16、17、18割成2块，好，那前面都标不到嘛，婆婆手都被打枪嘛，好，到这个时候还是他脏哦，这个还是他脏哦，要不要这样干还是他的脏哦，然后政风就开始修理他，从股长、承办员、股长，到科长，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政风都平常不讲话的嘛。就说奇迹以为不可，立刻见风转舵，又出给文，说我前面黄珊珊盖的章啊，被政风吓到了，都不算数，都不算数，哎，就是从此又不盖章了，就换那个这个彭富盖章，然后这些雨果市场也是他主办的哦，因为有产发局嘛哈，产发下面的市场处，产发局下面的招商等等哈，所以会被骂，你看你黄珊那个嘴脸，蔡壁如骂他嘛，就说你很奸诈。他就恨，那我这对你这么忠心，那我就被抛弃。那黄珊珊这么坚巧，然后有那个盖章，然后就闪啊等等，你还是继续用他的副市长什么一大堆好，所以黄珊的风险在这里。因为账册有白纸黑字，有人募款给了黄靖宇，有没有拿到钱？他一定说没有嘛，他不可能说谎嘛，证人。所以我跟你讲没完没了。小平刚刚讲的，我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各位知道，当律师的，如果有很多的案子的当事人，大家都评估会不会变成被告的时候，我们最不喜欢的一种是先传去当证人，因为证人有伪证罪，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又没有律师可以陪，所以证人就进去夯不啷当该问的全部问完了，然后问完还有检察官就说，那我觉得你犯罪嫌疑重大，那当场转被告。我现在宣读你的权利，你可以请律师。那时候律师都在外面，那律师还进去干嘛呢？你前面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后面问被告也不够，就把前面的问题再问一次。反正你前面当证人，你如果讲伪证、讲谎，还多一条。一般人不会这样吧？因为被告不会自证其罪，所以被告说谎在法律上，你知道你不能违反人性嘛。我不是鼓励大家被告去说谎，只是那是人性。但证人你就不行，你知道这很多，所以当证人是不是一定好？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后续的发展啦，应该是这样说。没有，我不是说你们2位啦，跟你们2位没什么关系，好不好？笑出来。对，所以我讲说那个过程，大家没有？是。你说现在对柯比好，第一个，柯文哲你在议会也监督了这么久，有想象过到今天为止，中间从8月到现在会蹦出这么多吗？金华城你在议会那个时候你就质询过那个，然后后来人家跟你讲说，你又没告诉我换算的坪数啊，什么这些事，你能想象今天会蹦出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事情吗？甚或什么种城、屯田，什么都跟古代打仗有关系了。是，那柯文哲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金华城案呢，我议会第一次质询，其实最早在2020年6月我就问过一次，后来2021年的11月，那是我问第2次，算是我这个在议会里面有第一个讲说这案子会变成他的5大弊案之一。不过我也坦白讲，在那个时候我也想象不到说原来他台面下有这么多事。我们看到是台面上，这个金华城就是怪案啊，他凭什么得到这种100亿容积？凭什么嘛？他说。我自创4种龙奖给他，奇怪了，龙奖怎么不发明给大家都用？怎么只有他这家有？前无古人，那现在以后无来者啊！你光看台面上的时候是一个怪事嘛，真的是怪案。但是我们没想到，原来台面下并不是说什么，哎呀，柯文哲不熟悉法令啊，或者是说他不知道不能这样。现在看到所有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他在台面下有一个盘根错节的金权游戏。我真的对不起，我要直说这是金权游戏。哪一个总统候选人选到要开这么多公司？柯文哲最早出道的时候，他都说别人有基金会协会是魔戒，基金会协会叫非营利组织他都说是魔戒。之前周刊已经盘点他8大金库，我们算人有10只手指，他的8只戴上魔戒。今天众诚公司再出来9只戴上魔戒了，里面还包括众诚木可，这叫做什么盈利公司盈利公司就是有利润会发配给股东的。那现在你看他在做这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好，木可一开始民众党说跟他没关系，但后来变成什么？吴怡轩帮木可宣布解散，
但宣布解散之后，到现在又还没解散。然后柯文哲开记者会又讲，木可公司跟他的财务部其实是同一批人，后来又说是掌握他管理他肖像权的友好公司，从头到尾讲不清楚木可公司到底只是一个外包商，还是你的附随组织，更讲不清楚什么开木可公司的资本额哪来？今天那个众诚顾问公司出来的时候，董事长、股东名单很多嘛，这个慧蓉姐也被挂人头。我就问一件事情，董事长出来说，那是他自己个人成立的管理顾问公司，那为什么要找一个民间根本不认识的人来挂人头呢？这要干嘛？你自己是一个董事长，你要拿出这资本额，轻而易举吧？你出了钱的话，那为什么不是你当最大股东，你当董事长？为什么要找自己党的支持者来挂？现在还有一个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在这个公司要当监察人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应变小组的召集人黄国昌说，这个公司跟我们党有什么关系？拿出真凭实据。不是有人告诉你吗？那你们那个中央委员是监察人啊？你这个应变从早到晚应变到现在，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从木可到众诚，没有一件事说清楚。资本额哪来也不知道。众望基金会，我们一直在讨论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一开始的捐助其实是要有一个本的，地方基金会也要500，中央要1000呐，这谁帮你出的？谁帮你出的？你的党的账上有这一笔吗？出1000万成立基金会有吗？今天被约谈的那几个人，这个吴怡萱，我看他心情好是一定的，因为之前都被人家说什么他是边缘人，但他现在被约谈了，他的证明说他不边缘。他最快出来，他最快确立江湖地位了。之前都被人家说什么他是边缘人，但他现在被约谈了，他的证明说他不边缘。他最快出来，他最快确立江湖地位了。他最快出来，他最快出来，比张毅上晚。这些人他对于这些下面的这些所谓的公司的基金会是到底知道多少？因为每次周刊一出来，他们就说毫无所悉，通通不知道。但是呢，外界在批评的时候，他们又说你都是科幻小说，都不符事实。你既然毫无所悉，你为什么又知道他不符事实？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柯文哲他这一路走来，2014崛起当台北市长，现在2024这10年来，我发现他有3件事情出乎意料。第一，在台北市长任内，原来都在搞这种公司基金会的事。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所有事情，时间轴一拉开，2022，那时候还在做市长每天在规划这个，还有。曲美凤去了办公室去谈什么案子，在搞什么？都2022当市长，那连上班时间在干这个事情还说什么清廉勤政，结果都在弄这个。第二，他在弄公有资产私有化政治现金其实是公有资产在我们这边，我跟博维、建议哥、小平都选举过，政治现金是我们的钱吗？不是那个政治现金专户虽然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苗博雅3个字，可是那是监察院会管每一笔收入支出全部都要报，而且到期没用完的要缴库，不是给我政治现金是大家的钱，只是现在给你拿去宣传你的理念，所以很麻烦去合法使用。对，所以他在弄什么？公有资产政治现金私有化，入到木可公司4000万，对不对？开了智瑶，开了众诚，选举的时候，今天我听他们讲最好笑。什么这些发言人说，检调搞不清楚政治现金跟募款小物的差别，我真的是笑死。政治现金法第1条，他们可以去看一下。政治现金法第2条里面第1款定义政治现金，它怎么定义？指对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无偿提供的动产或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的给付。这什么意思？一张小贴纸凭什么卖300块？因为是要支持你选举，这不是买这个贴纸，这不是买卖，是我支持你选举，300块你送我一个贴纸做纪念，不相当对价给付叫做什么？政治现金，法律规定的。所以你们这些发言人还在幻想说我在卖 T 恤，我在卖钥匙圈，我在卖帽子，一顶帽子你要卖1000多块的时候，为什么人家愿意出这个钱？是要资助柯 P 选总统。
这就是政治现金的定义结果你今天跑去说，检察官，我告诉你，这个是买卖，这不是政治现金。我们开公司是要干嘛？我们民众党开公司要赚钱的哦，开玩笑。所以我觉得他在搞这种公有资产私有化，而且呢，不断的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柯文哲有一个名言，我们这种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是他以前一而再再而三讲的。学得蛮像。因为我是研究他的专家，研究他非常久，OK， 真的。但是你从这个路途中，你发现了他是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你刚才讲说那个公有资产私有化的那一块，虽然跟你前面讲的政治现金最后还要缴库有一点不同，可是那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我记得惠荣子讲说，是从4300万的商办，你开始对他完全绝望，说怎么会有人把那个。哪一个人会把政治现金，就是总统大选啊，或所有这些选举补助款，谁会把选举补助款买自己名下的房子？这没有出过吧？所以我常说刷新我们三观啊，对嘛？这一样嘛。而且他是大拉拉的买自己名下，只是你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买在自己名下。他有一句名言说挂在我名下更公开透明，因为他觉得政及天下比国家还大。真的不要忘记了，柯文哲真的是这么认知的，他觉得政及天下。OK， 来，阿苗结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人利益大于政党利益啊，因为你看穆可给他450万，他的党有谁知道？大家都说不知道啊。开这个众诚开这个穆可的时候，黄国昌也说都不知道啊。他把这些钱收到个人的时候，他没有在管他的党那他的政党利益还大于国家利益全台湾这么多政党，每个党几乎都有这种所谓党员涉贪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唯有他的这个党还一直说我要挺这个已经被收押的，我要叫检调放人，然后这都是通通政治迫害，然后从头到尾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新政治这新呢，但如果新的没有比旧的好，那是不是把我们这些10年来一路走来都在推新政治的人，真的是彻底拖下水，而且也是让当初支持新政治人觉得彻底失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建议你觉得柯文哲未来好？媒体今天社会有讲柯文哲最后剩的那条路，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走这条路。好啦，只是分析嘛，认罪，叫橘子回来，不是这篇写就不用写了，因为他一定不会这样干啊。而且我平常讲，你就算现在柯文哲认罪，我也不觉得他现在认罪能够轻判到什么态度啊？因为这整个过程，你不觉得就是大家讲的刷新三观？如果最后真的那所有起诉书出来以后，看真的就是这样走，那就是刷新三观啊！他不就是这样吗？我先用几个层面来说明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今天所有的新闻出来只有4个字，一个叫重惩，一个叫屯田，这 Google 下去一定是最夯的。当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图利违背职务、收贿、包含侵占公益、包含背信，是这一次今年年底要起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只能说了大家都在谈重惩的部分。刚才讲的这4个案子，重惩的案子包含今天传的6个人，有可能是他案侦办，绝对跟我们金华城的事情没有什么卡不上关系。如果再卡得上关系，那这个起诉书月底以前也搞不定啊，因为要传的人那么多。那今天被传的这些人，我不知道他是外围还是内围，但我只能说他比张义善还更外围。包含今天丢这个东西出来，很清楚的，前面的事情都巩固了。重惩的这件事情，包含屯田的这件事情，其实今天新闻媒体还报来出来很多，包含他在那个众望基金会什么苏进强、庄明奇，每个人在新故乡每个人领12万等等。大家想一下，以柯文哲的个性，连他的人帮他拉票的人面子都还要给他钱了，你认为柯文哲让你们这些人来挂名是好的吗？是真的信任你吗？再讲回来，我们刚才说那个慧龙姐，你知道为什么8月11号他跟你讲电话讲了10-20分钟，你骂他骂了10-20分钟？ 8月9号9号，他不敢反驳吗？没有，因为你是他的人头嘛。他那时候也知道说你是他的人头，不要得罪你，搞不好你知道的更多，对外讲的更多，那搞不好他更没有台阶下，因为他今年的5月份就已经知道。5月份他就已经知道，跟所有的大佬开过会，通过电话，甚至于还哭什么，说可能后面的事情会事态更严重，更难面对，你们要相信、挺住等等的问题。所以柯文哲原则上针对你今天去到出庭，我比较不可思议的啦。
你签名也不知道，你当股东也不知道。当然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那是你的做，但为什么柯文哲要听你讲？是因为柯文哲有把柄在你手上嘛？你是人头嘛？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大家信不信？我个人是不相信。那我如果真的让我相信的前提之下，就是柯文哲知道你是他人头，那从头到尾知道，他也怕你在讲出什么东西。那当然，你到了法院、地检署去才了解这些事情。我只能说，你跟橘子，包含柯文哲，今天周刊也讲，柯文哲曾经讲说，我要从成立众筹的时候，我只有橘子一个人，我还要再找其他人，你就是他其他一个人去找的，这很清楚。柯文哲其实很清楚的，包含李文忠他不信任的原因是什么？李文忠曾经有报道说，李文忠要跟他要说你募了这么多钱，是不是要给我一点等等的问题？那这样以这来讲，他当然最后面要成立他自己一个控股公司，也就是众筹我们今天讲的屯田。那屯田这个问题，当然未来有没有他案，也影响到所谓的陈佩琪有没有什么洗钱等等的问题。但我只能再讲我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割小草，包含你绕境也赚，卖咖啡也给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梦想，甚至于你要说大家来加盟你这种东西屯田的方式，不就是你柯文哲想要让这些小草继续抖内你赚钱？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只有钱。包含对你大妈也是一样，就是钱，你是他利用的一个棋子，他要利用你来做一个控股公司赚钱。三个，起诉书好算起来的话，不是这个礼拜五以前的，那大概就要到下礼拜，应该也是头几天，应该也差不多就该出来了。如果照他刚刚那样分析，今天又爆出这么多这样一些事，起诉出来以后，好分两个部分，民众党高层，就今天包括被传讯的所有这些人，还有小草。你自己判断未来会是什么一个发展？我认为民众党的支持者会先退下，其实就是大家这个像以前蓝绿2元对立的时候，他的投票率有的时候不会那么高，就是民众对政治失望嘛。那这一次，尤其是这一次，柯文哲的很多支持者是被柯文哲催出来投票的，那些人可能本来就不关心政治，就300多万，300多万，他有一定成分是不管他看到哪一个手机啊、网红啊，或者是被我们说被烧到，就是看影片，然后觉得柯文哲好像是个好人，去投票的，这个占一定很大的比例。那这一群人会先退下，就是我从小就听政治很脏，然后政治都坏人啊，连柯文哲都骗我好难过，然后就先退下。你也知道这个像诈骗集团的报案率大概只有2成，为什么？因为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嘛。所以这一群人就会暂时不管政治。那可是好玩的事情是，他留下了8席立委的政治遗产。这8席立委是可以做事情的，但他们的选择方式是，他们跟国民党站在一起，成为一个没有。他可以去当那个跷跷板的中间那个枕木，但是他不要，他就觉得说给这个我可以撑起台湾这个社会啊，于是怎么样？他们继续兴风作浪。我坦白讲，这一群人如果要延续诈骗，这个台湾民众党这个诈骗集团的前身这个风格，那这一群人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呼唤回来。蓝绿现在都站边嘛，而且高度对立嘛，包含现在选罢法或是立法院，那摆的这一群，如果民众党想要巩固的话，最重要的事情要能明辨是非。什么叫明辨是非？蓝的对说蓝的对，绿的说对，绿的说绿的，你不能一昧的以攻击蓝绿当做你的支点。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选择题总会有一个是对的。你不能全部都是我监督执政党是我的本性，所以他攻击民进党。然后呢，我不能攻击在野党，这也是我因为在战场上我要找地方掩护。你看黄国昌有的时候躲在记者会、记者室，有的时候躲在党部办公室，只要发生冲突你就躲起来，然后当需要打仗的时候，你只骂民进党，那这样子就会沦为蓝色工具人嘛，就变成国民党的小弟嘛。所以明辨是非是民众党走出这个困境的最主要关键，走不出来就是他们就对民众更失望，更加退场。那坦白讲，真正这一次伤到心的人，我觉得也不是民进党或国民党的，我觉得是像我跟苗博雅这一群无党小党的人，就第三势力的。我们10年前因为太阳花运动，因为各种原因参政，结果现在被民众党搞成这个样子，被黄国昌搞臭成这个样子，这让我们非常失望。会哦，你一直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觉得从8月到现在宛如一场梦？我先说一下哈。
至于大家相不相信我没有关系，因为检察官相信我，确实完全不知道。那至于柯文哲他本身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好，因为他没有跟你聊过这个，完全一个字都没有讲过。那我在这里可能要公开讲一下，因为当时今天老实讲，我今天不是心情很好，就是那个牵线的人有打电话怪我，他希望我不要讲。怪你什么？怪我怎么可以出来讲？我就说不是我出来讲，是周刊已经爆出来，上面有我3个字了。我如果不讲的话，那才是更严重。所以请你谅解我。那他也觉得说柯文哲已经很可怜了，所以不要再让他更可怜。他很抱歉，这个可怜不是我造成的，我也很可怜。怎么都没有人来同情我，来让，所以我承认。他为什么这时候还要怪你？对，所以我希望我也公开在这里讲，我没有讲他的名字，但是我希望他要谅解，因为没有人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事嘛。还好检察官，至少检察官相信我嘛，哈。那我只能说。我就是很相信一个人，本来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结果就变成今天这样。老实讲，真的要伤心的话，是柯文哲真的是伤了所有支持他过的人的心。你在节目讲过，你觉得柯文哲应该要辞掉，尽快辞掉主席，非常对民众党才有这样一些未来。可是照目前的形势看起来，似乎就是永柯、保柯还是一个主轴，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看起来必须是的样子吧。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党。我是无所谓，因为老实讲，我对政党我本来就不是真的那么大的情感，我对政治也是很 OK。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心，有一群人还是坚守的话，那你就要很正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党真的要打掉。你还没有被开除吗？没有嘞。就上次那个后续没有什么，没有后续，就是没有该章的，那根本是非法的中评会。就上次那个没有一些的后续哦。我最后一次也有去投票啊。你还有去投票？投了党权，还有党权。OK， 因为我上次讲说，我也不知道，如果要是要讨论惠荣这一段的话，要怎么跟他讨论？如果要是要开除他，因为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他到地检署去。那如果要讲的人就讲说，那到底是真是假？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真假。可是今天进周刊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我曾经看过的啊。好，那如果这个是证据之一的话，那就是证据嘛。那检察官当时也跟我讲说，他是讲随身硬碟，他是讲硬碟里面这个档案这个计划是在硬碟里面，他是告诉我这样。那出来的时候确实只有2件事情，我被约去谈嘛。一个就是我一出来就讲了就 QR code 的事情，那最主要就是前面因为加上了这一块，所以一直延伸到后面我就脱口讲说那死定了，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今天反而心情没有太大的不舒服，虽然有一点伤心，可是最少我不用再藏这个秘密了。不然的话，因为我也很怕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原来真的有公司啊。是不是？你不要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因为我猜张义善，我也不知道张义善会猜当初叫你邀你来，然后成立这家公司的那个人是政治人物，是民众党的，是蔡壁如吗？我没有讲。对，你不需要去证实任何东西。OK， 对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只能说滑天下之大稽，怎么还会有人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去干这样的一些事情？医生，我问一下，你跟柯文哲合作？从什么时候开始？2013嘛，就为了选2014嘛，你是第一批。你那时候知道柯文哲，你刚才有讲到柯文哲感觉上很小气、很爱钱，怎么这些，你那个时候有感觉到柯文哲是这样？对，很多人问我说：“哎，你进去竟然都没有问你经理的问题？”因为我其实一直知道柯文哲在金钱这一部分是非常的小气的。我其实一直知道柯文哲在金钱这一部分是非常的小气的，是小气到他不想要让你碰他所有钱，那我以策安全嘛，不然的话可能未来会有事，或者是现在可能马上有事，那我干脆跟他的金钱往来就完全是0。那这件事情是2013年，他连基金会都不是，他就是一个素人医生啊，他也不是候选人啊，他也不是政党提名啊，他完全不能募款。但是你不能募款，你又要做所谓的选举动作的时候，其实他靠了一批的医生朋友去帮他募款，而他这个医生朋友我也不讲其名啦，他们有一个在台派非常有名的基金会去帮他做了所有的募款动作。那你这个募款动作之
就是这个基金会的某一个专案嘛，这个专案本来就由这个基金会应该来处理，来 take over 嘛。结果人家帮他这么多忙的时候，他竟然怀疑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偷他的钱、藏他的钱、贪他的钱。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对钱是非常的重视的，重视到你不可以动他的一分一毫啊！而如果动他一分一毫，他可能就会到处去讲说谁怎样谁怎样谁。你知道我认识的大部分政治人物，尤其是你说是要进足大位的那些，最起码啦，你说弄到直辖市长以上的人，通常选举过程不太清楚他的钱到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一定有人负责要管钱管账或什么，所以还有那种选完以后才发现说啊。怎么中间还亏了有这么多钱？那这些钱要怎么办？怎么去弄？就一般人打仗都来不及，是他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会有时间去想到要不要对，最后义无反顾再抖一次，大家把所有的钱抖出来，很少想象有人到最后那一刻还想到这个。对，所以2014年其实是要感谢民进党帮他了，因为民进党是一个非常会选战，他自己都说哦，民进党是一个有选战团队的政党。那这个选战团队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不是真的会打选战，是会懂得如何把财务处理得非常好嘛。那你有没有记得2014年他是最后一个月就关掉他的账户呢？对啊。我现在更有啊，因为够了，所以民进党也知道说，我为了要处理接下来后续账的问题，我干脆提早关门，让这个募款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去处理每一笔的账目嘛。我记得2014年打选战的时候，我们后续还聘了20个工作人员去处理他的账哦，一笔一笔的对，所以2014年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检察官也没有问我2014年的问题嘛，结果你跟民进党分手之后，你自己处理的财务。从2018、2019、2022、2024全部出问题嘛，所以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清廉的政党。我还记得党章第4条，今天特别要讲这句话：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是民众党党章的第4条。他在定这一条的时候，他还很邪恶的笑容说：“哈哈哈，我就是要偷民进党进去门口。如果知道民进党进去门口就是清廉、勤政、爱乡土嘛。”我就是要偷他们的东西，定在我的党章里面，说民进党你们做不到的，我柯文哲要做到。他是这么讲的，所以才定在党章第4条。我为了这件事，还跟民进党的高层说啊，拍谁？民众党党章会定这一条，他还说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念分享没有关系，这是民进党的精神。结果你柯文哲呢？今天不要说你跟不上民进党了，连国民党不敢做的事情你全部做了。这就是柯文哲啊！你定了党章，你只是为了宣传，为了说骂民进党，你做不到。结果你自己呢，你做了比国民党更难看的事情。OK， 我记得惠荣当然有问过检察官说他什么时候变了或什么这些。那刚才讲到说关账的那一块，如果柯文哲有变，但最起码关账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这个，因为没有人选战选到前面还剩1个月就关账，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讲说那是一个新政治。告诉你，选举不用花到这样的钱，选举光靠那每个人一点一滴这样捐就可以打赢这场选战。那时候在节目里面大家讨论非常多，但如果从头到尾这只是戏一场的话，那只能说台湾人都被骗了。如果是这样，那一夫，问一下，媒体有报道说柯文哲还蛮青睐说阿扁那个时候等于是阿扁的刘太英啊，他真的会希望。你说包括林文渊啦或什么来帮他操盘弄所有的这些财务吗？听说应该见过1、2次面，不是只有1次哦。当然你说林文渊哦，林文渊把他比作刘太英，我觉得有点很难类比啦。林文渊是在扁案里面全身而退之人你认为他会从一个深渊跳到另外一个深渊去吗？他跟刘太英不一样的是，刘太英背后当时是有庞大的党产在那边有多少企业半夜都想去建太空，来周转一下，调度投资一下，我财务困难，那刘太英是我不用出去外面呢，是一堆人要来找我呢，因为我光党产是多少？你们那时候党产甚至于上千亿是盾在后面呢。讲到那个控股，你看中央投资公司就是控股公司啊，那是我们的好日子，那是。对，那就是控股公司啊，对不对？
控股公司啊，财散而人聚，没办法。林文渊当然，林文渊是不是一个在企业界有四处交往跟能力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唯一一次大概比较争议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台本董事长之争。他有跟应该是孙铁汉吧，如果我没记错，在争那个董事长那个主导权那一次有新闻大媒体几乎你对林文渊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新闻。其实你说欣赏林文渊林文渊做事情当然相对于刘太英是比较保守低调。好，刘太英是很多场合是不避讳摆出那个大家要来求我的样子。大掌柜。对，就是这个大掌柜还不是只管10亿20亿啊。那个大掌柜背后，光一个选举，一个国民党当时有党产的时候，一个选举要花几十亿上百亿的，全部要靠刘太英把钱拨出来的。所以他跟林文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要找林文渊？如果要赚钱，不应该找林文渊。他讲完，因为刘文渊他也不会答应你这样。他讲完就小小补充一下。林文渊，你想一下，林文渊从这个阿扁案全身而退，在企业界也认识很多人。李文忠是什么人？他不用打听一下吗？今天要来找我不用打听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或是说我早就认识过这个人。然后不要忘记，2014年是绿营在帮柯文哲哦。那林文渊跟绿营不熟吗？很熟，你们太熟了。不熟吗？很熟。所有募款过程不知道吗？都知道。不知道一些故事吗？知道，什么都知道。那既然好不容易从另外一个深渊全身而退，然后去跳到另外一个深渊，而那个深渊还更浅。还没有之前那个深渊够大。那个是太平洋，这个是水洼，好不好？对啊，那跳进去干嘛？惹了一身腥。林文渊当然不要啊。你刚刚不是什么？我跟你讲，林文渊柯文哲多次找他当副市长，他拒绝。OK， 他不拒绝。那后来这个阿扁的财务长，林文渊是那个柯文哲四处找副市长跟我听到的还有找了2、3个。找了好几个，对。然后呢，那这次赖清德的财务长其实实质也是林文渊。那赖清德就说，第一个一定要不收现金，一定要开那个政治献金的那个收据。那第二个，我们募4亿5亿够用就好。赖清德交代他的所以林文渊跟他关系是好的，尤其林文渊没有那么深，林文渊算无党，他应该还不是党员。但他是当然偏绿，当然是偏民进党，他不是不是民党，他无党。然后呢，那他一开始当然他比较偏绿嘛，然后可他也不排斥国民党，他比较温和。那个时候2014的时候，党也拜托林文渊帮他忙，帮阿贝忙。那他们关系算是好的，大概。小平，你自己判断柯文哲这个案子到起诉书出来，或是媒体在讨论，已经有在讨论，现在还有人分认罪主。没有认罪，不认罪主。你可以知道嘛，柯文哲，然后沈庆金跟李文忠这3个，应该就是没有认的这部分嘛。还有易小薇，然后有认的嘛。OK， 那认的可能会是怎样，不认会怎么样？我们不讲别人，就讲柯文哲好了。他认与不认之间，跟未来民众党的发展，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如果认的话，民众党还可以活下来，那叫支持近乎勇。他们怎么活呢？大家，如果你们每天都在讲民众党是一人政党，如果柯文哲认了这些，会不会对民众来讲，那个神主牌当下地震就倒下来了？再强的柯文哲，他一认罪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从周瑜修到黄国昌一排要鞠躬跟社会道歉？我之前说的司法迫害是错的。不，刚3 Q 不是要鞠躬道歉了吗？刚3 Q 讲了一句话，3 Q 跟那个阿苗对话，再大柯文哲当然是第3势力有史以来最大的，当然因为他当过台北市长嘛。当然他的大是因为民进党的挹注嘛，他当了台北市长才大。请问第3势力大还是柯文哲大，还是第3势？不投蓝绿的票是比柯文哲大这第3势力一个分母跟分子的概念。今天这个党存不存在因为柯文哲如果不认罪就是慢性流血拖死为止。因为票还在啊，你知道蓝绿还很多票啊。
你今天是因为他们黄珊珊跟黄国昌是目光如豆，不是如炬，好不好？也不是双肩似铁，不是什么大人物啦，这才是关键嘛。观念是一通百通，政治讲方向感。我给他们2个建议，方向感就是第三势力打掉重练。我同意大妈讲的话，打掉重练。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不必去鞭尸柯文哲，肯定要跟他切底。可是第三势力有这么多人，如果要是民众党没有了柯文哲这个图腾这个神主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挺民众党呢？那会不会就当下就整个土崩瓦解，就整个会被淹没？2句话讲完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少有人2句话能讲完我的问题。好，来2句话。第一个，其他党没有人了，一句。然后呢，黄珊珊、黄国昌还是个人，2句。你先道歉嘛，你先道歉，都不是人吗？2句了，容我讲，再讲2句。第3句话，两岸华独。第4句话，那中小企业年轻人代言人，这个党还会站起来的，怎么不会站起来？只是他们没有思想嘛，这里双簧嘛。OK， 哎呦，阿淼，你觉得柯文哲刚讲的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会怎么样判断这些？包括起诉书出来认不认罪，跟民众党未来的发展？一个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啊，其实我坦白讲，民进党的党主席、总统。难道没有出事过吗？也有啊。可是民进党花了8年时间站起来，重新执政、全面执政。为什么？因为他勇于去面对说，这个党主席、总统他的功与过。柯文哲是白色力量的创党主席啊。坦白讲，其实本来他党事我们也不用讲太多，但是他作为曾经承载社会对于第三势力认知的人，难道整个第三势力的大集合不用去面对这个人的功与过吗？选上台北市长当时没有让连胜文当选固然是开创了台湾政治新的局面，可是后来做台北市8年满意度通通吊车尾。可是后来做台北市8年满意度通通吊车尾，然后呢，这个施政不被肯定之外，连最基本的清廉都破功了。这个难道不需要面对吗？所以我们一直采取这批判的态度。当然，一方面基于我是议员，我本来就要监督市长。第二个，现在柯文哲他代表的第三势力的价值观，如果被扭曲，变成说好像要挺贪污，好像要对于这总统候选人在外面开公司，把公共的政治现金变作自己私产，还要护航到底的话，那这个第三势力的存在变作对台湾没价值他对台湾的价值，你应该说我们比蓝绿都要好，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但是如果说柯文哲代表的价值已经比蓝绿都差，还要继续挺下去，那选民找不到支持我们理由，所以一定要面对一件事，重建第三势力的价值。第一个要敢反共嘛，所以你跟国民党不一样了。第二个你要干净，够干净，所以你跟民进党也可以有区别。这个东西一定要重新的建立起来。如果黄国昌跟黄珊珊不敢做不到的话，就挂掉了。那对不起，就换代表。直截了当做不到。我底下讲，我特别搞。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这样的材料啦。是吧？首先你先切掉黄珊珊、黄国昌，我们先不管，我们讲柯文哲。柯文哲现在认还是不认？差很大呢。差太大了。差在哪？他认的话，他要缴回所有不法所得。所有民众党要排站跟大家道歉。那到底能不能站起来？它在于后面主导民众党的人，他不认，说难听一点，他现在还在。柯文哲如果要认的人，他早就认。他的个性现在是视钱如命呢，我今晚也是在保多少算多少。因为今天媒体如果再照最近一直到今天媒体报道，那所谓的这是媒体上面好，那柯焕文所讲的，如果把所有算起来的话，那不法所得会不会有大概超过8000万嘛？大概是讲8000万，只是后面还有没有超过5亿吧？8000万的算法是只有算到政治现金，对，是算政治现金，只有算到政治现金。那其他有没有？还有小平每次都讲说有没有冷钱包？有没有那个？没讲时髦冷钱包，我光那个钱来钱去，脏钱脏钱，贪污的钱是脏钱，政治现金也是脏钱，搬到木可也是脏钱，一定超过5亿啦。8000万是大家台面上检察官要起诉，当然要有依据跟所有的证据、证供等等的。金流等等的，到底要不要到北院严押，这是一件事。对，那北检这个部分一定要查到所有的金流，北院才会愿意押。所以柯文哲所谓的8000万，我个人认为那只是看得到现在目前的起诉书内容，不管是如同义夫哥所讲的，
是300页前后嘛，正反面那是600张600面要去看300张前后页的话就是600页，因为600面了。北检一定是双面印的，所以是双面印。你知道这样8000万的话，我个人认为绝对不止啦。只是说在外面我们的金流或者所谓的冷钱包外面的到底有多少，这未来起诉书或许针对政治现金会讲清楚。但你要讲回来，柯文哲要他认。他与其要认，现在干脆我不要讲话，我都不认。你要办我，反正横也是一刀，说也是一刀，就很简单的，你判我多久？搞不好他认跟不认也不太一样。你认的话是扁钻戳一下，那不认是大刀头砍下去，还是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刑期不一样。没有，那个小平之前有在媒体上说所谓的什么违反税捐法等等的问题，罚钱啊。对。我个人认为，政治现金法比税捐法来那个申报那个所得税来的低啦。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能查到他的金流的部分，当然一罪一罚，最高30年等等的问题。现在只能说柯文哲还在保说，我们陈佩琪可不可以全然而退？我们儿子瑶瑶能不能全然而退？他现在在保的是这些金流。当我假设柯文哲他收了5亿。那最后面找出来只有2亿啊！我2亿让你不法所得，台湾让你3亿就赚到了。他还有钱赚。不是，因为如果要是讲说可能会有的几个相关的一些罪名，当然最后以起诉书里面来看，如果图利跟收贿以外，当然现在我相信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你只要长期看，大家也已经变成法律专家了。OK， 一个是5年起跳，一个是10年起跳，是。另外还有一个叫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在法条里面，财产来源不明罪包括配偶、包括子女。OK， 在一定时间里面的钱全部都会被算在这个里头。所以，然后包括你这几天听到所有在节目里面来宾的讨论，或是媒体的一些相关的报道，你可以合理的判断，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就算被起诉，后面是不是还有2部曲在办？是因为现在最起码。是北科或所有这些还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案子也在办？北检这一次，如果你照媒体的报道的话，看起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这整个案子不管大案小案，干脆一次清，是也不用再遗漏任何一些状况。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知道，各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制度是这个样。就是承办检察官 ，OK， 在起诉以前侦查是一批检察官在办了以后，然后就提起诉，起诉以后到了法院，有另外一组检察官叫公诉组检察官。所以你看办案子办得这么辛苦，办得这么上穷碧落下黄泉，然后到了起诉到法院，法院才是大家攻防的开始。你要说服法官嘛，到底有没有犯这些罪？你也会发现，我相信柯文哲他们把战舰一定要拉到北院去，北检不用再讨论了，拉到北院去。那到北院。就是公诉组检察官，你一定会觉得说，那你们办成这个样，那公诉组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今天有一则媒体的报道是，北检除了检察长盯着所有的案子以外，包括湘粤检察官，然后跟着所有这些一路盯以外，公诉组检察官4个公诉组检察官，每一次开会一定都到。意思就是，你不要等到了那个时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太清楚，因为一定是承办的人最清楚嘛。但是公诉组检察官等于提前加入这个战场，他们已经算到，北检也知道这个前面战场已经清了啦，侦查系统，侦查阶段已经清空了，北检主力现在放在一样决战院方，所以公诉组检察官提前加入这个战场，跟所有的承办检察官大家一起讨论所有的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在院方的时候，到了北院，所有双方之间的攻防 ，OK， 那个庭开起来一定非常的精彩。精彩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到底犯了什么，中间有多少的证据资料，大家全部拿出来，一项一项的论证。这个庭我判断会开很久，因为照我们的开庭，证人去一次多久？3个小时。哦，你算快的。你应该也没有很久。我1个小时而已。那你不去喝茶吗？我非核心啊，我笑得你去喝茶。对，你看有的证人，一般来讲，光证人进去，所以光一个证人在现场诘问，你知道那一个半天就去了。对啊，传的人先问，问完以后对方反诘问，大家也问，问完以后法官再问，一个证人就这样，你告诉我这个案子有多少证人，一路上这样。所以显然北检也知道，也已经知道，提前进入这个战场。那未来大家会关注的这一块，但是刚刚讲到认不认，跟所有国内不单纯是讲民众党的发展，跟第三势力，刚刚阿苗为什么你会感觉到阿苗刚刚讲到后段声音越来越高亢，因为会觉得对你们来说不公平。
为什么要把这些所有账都变成第三势力的一个账？那未来呢？除了蓝绿，难道都没有这些吗？刚才一夫你刚刚直接讲，如果要是柯任，那就变成民众党这些高层要全部站一排，对，要跟全国认。就如果他不认，是检方起诉，他们不用道歉啊，那是你检方说的啊。我大不了不表示意见就算，但我不用公开出来道歉。柯文哲如果认，他们势必要道歉，是这样。认了就结束了。但我不用公开出来道歉。柯文哲如果认，他们势必要道歉，是这样。认了就结束了。嗯哼。不有鞠躬，对，可是有机会才有未来。没鞠躬是没机会的，好不好？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你认了，请问你要认哪一部分？你觉得柯文哲太多了，认哪一部分？认政治现金吗？侵占罪，原来你私底下收这么多钱，你挪用了这么多钱，摆那里啊？那我问你一句话，怎么交代？如果你认收贿罪，没金流。就放人，那现在连柯文哲都认了，那这些人要怎么处理？对啊，所以柯文哲只要一认，我觉得民众党就结束了，连民众党都结束。我觉得民众党都结束。今天你放眼望过去看，你看柯文哲在总统大选的得票，台中高，新竹高。云林的麦寮那边也高，彰化有特定地区都高。放眼望过去，黄国昌你哪里高？网路高。票在哪里？没票。真的，你票在哪里？从过去的4、5万到现在7、8千流量。请问你魅力在哪里？黄珊珊是属于魅力型的人吗？不是，都不是。那谁来救这个党？我觉得没得救我觉得没得救，只要一认罪就没得救了。所以为了这个政党要撑到底啊，要撑到底。因为到目前为止，柯文哲看起来是行使缄默，对，所以他干脆不回答。你那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除了讲众诚公司，今天照媒体报道，他是有说他当庭有讲，对，那有这个计划，但是没有往下执行，也没有往下实施。本来有这个想法，他大概就只回答这些，要不然其他大部分问题我不讲就是不讲，就是要进法庭嘛。就是战场就在北院我根本不跟你讲。进法庭攻法，我那个丁床借那个赖香林高环用不用了，不是，他们2个被诬90万跟200万，要滚丁床，很冤屈，击鼓鸣冤。他进了法院攻防，所以你看得出来，当检察官也很清楚嘛。你说王俊立他们不清楚吗？问什么都不答，那意思准备进法院。当然，对啊，进法院。那对不起，如果北检检察长要进法院，那我们就开始先因应法院。是啊，因为你什么都不打嘛，那你就是准备要进法院攻防嘛。那你准备要进法院攻防，我北检也一定提前所有的法院攻防都要想到。当然，4个公诉组未来就是要力挺的。因为以前曾经也有过大案子，是除了公诉组检察官以外，连承办的检察官最简单的就是高虹安案，就承办检察官来力挺了，调公诉组。对，然后第二个案情熟嘛，爱组的检察官也是办黑金贪污的，模拟你扮演被告方，而且那个模拟是今天假装开庭是彼此不联络的。我资料给你看，你看完了，你今天你是被告方的律师，要怎么跟我来辩护的时候，是事先不商量的，直接模拟如真枪实弹，然后莅临检察官。很清楚一件事，当你阿北什么都不讲的时候，我北检已经准备提前进入法院模式。我这边在侦查模式，我同时进入了法院攻防模式。因为如果单纯侦查模式的话，是不需要有假想敌中队这一块，因为没有人会是我的假想敌。我就是起诉你，就是起诉你了。那只有到法院以后才会有这一块。所以他侦查跟法院模式是同时开启，同时开启。那为什么同时开启？就是我问你，你什么都不谈嘛？你准备要进法院攻防嘛 ？OK， 慧荣，你大概因为你还是民众党党员嘛，对不对？你还要去投票，你也讲过，你觉得柯 P 应该要辞掉为了民众党或什么？可是眼下，你觉得他该不该认罪？当然应该要认罪啊。
他应该要切腹自杀。太严重。可是你真的觉得他太对不起，包括支持者，包括非常的对我。从第一次8月初第一次我看完那个报表以后，我就已经跟他讲说，非常的对不起这些人，尤其是有好几万笔的200块钱这样捐的人，这个就是200都要省下来给你帮我做事。如果你还是钱这样乱报，你的账是这样乱做。真的非常对不起，而且明天你开记者会，如果照这样子说的话，全国的人都会很感谢说后来嘎仔没有选你当总统。我当时就是这样跟他讲的，所以他隔天在记者会上也想说，最大的挫折就是全国都会认为他没有办法治理国家嘛。那重点就是在，如果柯文哲他不认罪，可是这个党好像还要再紧紧的扣住，我觉得其实很可悲哎，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想我放弃，我又不愿意由我来退党哦，我也不愿意，因为我就相信他应该是至少是一个正常的党，他应该走完流程嘛。那至少要让你既然提出我应该要去到案说明，那我要给我机会啊，或者书面说明啊。OK， 对啊。民众党里面你最熟的应该是蔡壁如嘛，跟柯文哲。对。那媒体上说蔡壁如要不要当副主席，然后柯文哲有跟他讲了一些的话，反正就是不要让他当副主席。然后你有说他有哭，蔡壁如说他没有哭。蔡壁如不是对他哭，蔡壁如是跟我哭。然后那是1月13号就选完，14号其实我照例每次选完，隔天都会打电话跟柯医师讲。那这一次我就是跟他讲说还好吧，因为以前都跟他恭喜。那他就说我要找你哦，然后我们来约一个时间。我还跟他说，你一介平民现在很好约了哈。然后他就说，然后1月14号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去教会，15号下午晚上8点多他就跟蔡壁如谈。当天晚上壁如其实就已经有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面其实就哭出来了。那他有跟我讲哪3件事情，他跟柯医师讲哪3件事情，所以我17号是下午5点钟跟柯医师约。好，我现在不要讲壁如，因为壁如打电话叫我不可以讲哈。他就跟蔡壁如谈，当天晚上壁如其实就已经有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面其实就哭出来了。那他有跟我讲哪3件事情，他跟柯医师讲哪3件事情，所以我17号是下午5点钟跟柯医师约。好，我现在不要讲壁如，因为壁如打电话叫我不可以讲哈，不要再讲他了。好，没关系，讲完。好，那我讲我跟柯文哲之间的好了。柯文哲一见到我就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蔡壁有来跟我谈？我说我知道啊。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他跟我要什么？我说我知道啊。他说那你觉得他有资格吗？我说那他敢要，为什么你不敢给？他怎么回？那全部的人，我只要一开会一讲，大家就反感啊，说他这个很凶啊，大家都怕他，不要他。所以我记得我也讲过，他不是就叫橘子进来，叫橘子进来，你要说如果我叫蔡壁如回来，你觉得怎么样？那他不就白了他一眼就走了嘛？就是这件事情啊。那蔡壁如哭不是因为哭我要职位要不到，蔡壁如不是这种人，他哭是说我今天这么辛苦打了这一场战，我应该打得不错。Suppose 我见到你党主席也应该跟我说，good job， 辛苦了，对不对？辛苦了，没有你居然马上就说我满身的刺猬，你这是羞辱他再三呢。其实壁如是伤心难过是这，不是你今天要职位要不到，重点是他要职位，你要想到他第2句话是为什么要这个职位，他要的是说我帮你管地方，我帮你建立地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需要啊。然后所以我就骂他渣男。可是你骂他什么？渣男。你很少骂这个哈。没有，因为你刚突然声音变小，我没听清楚哈。一定要，因为这个骂人总是政治渣男。我没这样说，我就说他渣，然后他就说我哪有？感情上也是哦，你精神外遇很多次。那黄珊珊跟柯文哲之间，媒体上说到美国去了，那个时候柯文哲还特地打电话跟你讲，叫你不要再对，因为为什么一直骂黄珊珊？因为我觉得黄珊珊第一个，我在做访问的时候，他明明告诉我说，他到民众党来是做公的人。那为什么你最后名单一出来，你是第1名，你是不分区的第1名，然后你一直没有入党？
那所以我就在脸书酸他，我其实是用酸的，我不太会骂人，我用酸的。我就说，好不容易去一趟美国，花这么多的钱，怎么会让你去当地陪？那所以他为这个事情打电话来给我说，不可以这样说人家。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又不是你的员工，我要在我脸书。柯文哲心疼黄珊珊是不是？你说的，我没有说。OK， 那我就不太高兴，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管我说什么？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嘛，那他就跟我聊了一下，最后又跟我其实除了黄珊珊他替他讲完，结果我发现我根本不太买单，他就有提到壁如，所以那个时间开始，我就一直是他们两个中间的中间人。请问一下，最后一个，请问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一直主张柯文哲应该马上下来，然后民众党才有未来，那如果新的党主席，你自己主意觉得谁能够把民众党没有了柯文哲，谁能够把民众党再带出另外一波新的人生？谁？说实在话，我希望他能够用选出来的。我觉得民主就是要这样选出来，谁敢出来选，谁来承担责任。你自己如果让选，你自己会选谁？我会选蔡壁如，因为我认为蔡壁如柯文哲不是讲把橘子找进来，那只要一提到他，每个人都已经反感。然后现在橘子不在国内了。所以没有橘子可以进来讲。我觉得说蔡壁如如果当了党主席，旁边的这些牛鬼蛇神领高薪不做事，或者是都会被干掉，搞不好就全部都清光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第一个蔡壁无私无怨无悔。然后他是真心真意为这个党，为什么他会告我无私？打工无私啊！因为你惹他嘛，怎么会抢他就打他？我讲实话而已。对嘛？那再来，我认为第二个，他本身又是一个创党人，他对这个党确实有感情。我认为他对柯文哲还是有非常深的这个雇主情谊在。那么如果有一天他相信柯文哲如果能够全身而回的时候，他是可以把这个党再还给他。重点是他们家的人不相信他，那这就要看他自己。接下来最后30秒，我要补充一下，民众党是一个投机分子的组合啦。他们黄国昌去年还是时代力量，黄珊珊去年还是亲民党的，他们的党秘书长周玉修去年还是民进党的，民进党。他们当然怕蔡壁如回来，因为蔡壁如是创党的人呐。他们来了之后辈分都用菜椒啊啦，底下供啦。蔡壁如一回来，这些人马上沦为菜椒啊。所以现在所谓党中央的冷气派在斗冷宫派嘛，要把蔡壁如斗走啊。斗走之后，他们其实叫做假团结争夺权嘛。等到党代表选完。你们陈佩琪在所谓的平安归那天晚上守夜的时候，有哪一个党公职陪在陈佩琪旁边？没有啦，大家都已经开始在算计接下来的中央委员、接下来的立法委员、接下来的中评会的主委，他们要帮黄珊珊的3年条款解套，对，这些他们才是要想的事情。他们哪里柯文哲要断头、砍头还是凌迟，跟他们都已经没有关系的。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软性切割，而他们想的是自己未来的权利而已。时间1分1秒的过去，在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起诉的时间点大概就是这几天一些的时间。大家关注的是，第一个，起诉的内容到底会怎么样？不管是本文里头，包括附件，包括所有的证据资料，能够呈现出来的是让国人看到什么样的一份起诉书？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希望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